还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，我们都很高兴。春节是我们的天堂。那一天中午，学校里的神秘来客终于离开我们村庄了。他们排起队伍，行走在小巷，许多人都站在巷子的两侧，望着这些神秘来客。他们无声无息地来，现在又无声无息地走。妹妹小青是不该站在路边的，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，一个爱站在人群里的人。然而那一天她偏偏就在了。世事是难以预料的，背离常理的事时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没有人能把这个世界说明白。队伍走到妹妹身边的时候，突然冲出了一道人影，是那个女人。由于过分猛烈，她一下子扑倒在地了。当她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，她的头发全都散了，很厚的眼镜也掉在了地上。他伸出双手，一把就揪住了妹妹的衣襟，疯狂地推搡并疯狂地摇晃，而自己的身体也跟着前仰后合。她花白的头发在空中乱舞，透过乱发，妹妹看到了女人极度近视的瞳孔，凸在外面，像螃蟹。妹妹当然还看到了失去门牙的嘴巴，黑乎乎的，像一只准备撕咬的蛐蛐儿。女人把鼻尖顶到妹妹的鼻尖上去，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尖锐喊声：“就是你没让我死掉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！”妹妹的小脸已经吓成了一张纸，妹妹眼里的乌黑灵光一下子就飞走了，只有光，没有内容。妹妹看见鬼了。妹妹救活了她的身体，而她的灵魂早就变成了溺死鬼，在小青的面前波涛汹涌。女人的双手被人掰开之后，妹妹就瘫在了地上，目光直了，嘴巴张开了。妹妹小青再也不是妹妹小青了，妹妹小青不会害羞了，妹妹小青再也不是小妖怪了。寒假过后，妹妹再也没有上学，她整天坐在家门口数她伤残的指头。只要有人高叫一声“小妖怪，跳一个”，妹妹马上就会手舞足蹈起来。妹妹在这种时候时常像一根上满了弦的发条，不跳完最后一秒，她永远会跳下去，直到满头大汗，直到精疲力尽。有一回，妹妹一直跳到太阳下山，夕阳斜照在空巷，把妹妹的身影拉得差不多和巷子一样长。长长的阴影在地上挣扎，黑乎乎的，就好像泥土，已经长出了胳膊，长出了手指，就好像妹妹在和泥土搏斗，而妹妹最终也没有能够逃出那一双手。在妹妹去世的这么多年来，我经常做这种无用的假设：如果妹妹还活着，她该长成什么样？这样的想象要了我的命，我永远无法设想业已消失的生命。妹妹的模样，我无法虚拟。这种无能为力让我明白了死的残酷与生的忧伤。死永远是生的沉重的扯拽，今生今世你都不能释怀。